喂，大家好，今天又自己拍了。好，刚刚看到我们后面有一台那个 Luxgen 的 S5，然后啊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，就是我开起来，我觉得它的后面，帅哥师傅走过去了，后面有一点声音。好，它通常有声音啊，都会从2个部分去做处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会先去检查轮胎是不是有跳花，是不是有磨到差不多了，声音比较大。可是因为它这一台的声音是后面比较明显。好，后面比较明显，我们就来检查所谓的维亚令骨的部分。好，现在在我手上，这就是所谓的轮轴轴承。好，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有一些啊，我拿另外一个给大家看。我会顺便讲一下，有一些是长这个样子。哦，这边上面4个就是锁轮框的部分。好，这一颗跟这一颗差不多，可是 S5的构造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种轴承就是它中心有一个很多珠子，好，然后连接出来，好，因为构造的不一样，所以它加减要去做一个重新组合的动作。好，先讲一下大概的原理。一般呢，有一些是它外面有一个感知器，好，这边有个感知器，好，另外一种是像这一种的，它这一圈是磁铁的。如果说你有在骑那个脚踏车，哦，脚踏车是不是夹一个感应器，然后外面弄一个磁铁弄在那个轮圈上面，它就可以稍微去判断它的时速是多少。那很多我们现在新车内建所谓的胎压侦测器，它就是用这种原理。它其实没有单独的去侦测你每一个轮胎胎压是多少，没有。可是它用什么去侦测轮速？哦，所谓的轮速感知，就是说你如果单纯的某一颗轮胎比较没有风，它的转速跟其他颗有落差的时候，它就判断你为 lane up 风，好，就是可能你的轮胎某一颗转速不太一样，它就会亮灯提示你。到时候我们再来检查所谓的胎压，好，看哪一颗有问题。好，这是一个部分，题外话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我等一下会讲解一下。师傅刚刚有教我们说，怎么去检查是不是你轴承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你车子顶起来的时候，打 N 档的时候，车子是可以转，你用手去转它那个轮胎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摸避震的地方。假设你在转轮胎的时候，觉得避震器上座或是避震器本身有稍微间隙麻麻的感觉，那大部分都是轴承。因为假设它的轴承中心有磨损，它的密合度就不好嘛，密合度不好，你在转轮胎的时候，它就会有阿索比，有阿索比就会造成些微的震动。那速度大的时候，你在开在路上速度大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回音就会比较大。好，那我走近带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这边示范哦，现在它是抬起来的状态嘛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转？哦，假设它的维亚令骨轴承磨损的比较严重，你在这样转的时候，你手去摸里面这边，或是上座，哦，这是这避震器或是连接的地方，你可以稍微感觉得出一个碎震，哦，有没有？它虽然声音不是很大，可是它会有一个细微的震动。那我们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判断它的轴承是否有做磨损。那我来看一下另外一边的部分。哦，这个目前要去做电脑退位的动作。来，这个就是 S5 的后面的悬吊部分，哦，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后宫质量在这边。骨架本身啊，底盘本身的扎实度，我是觉得蛮 OK 的。你看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大很多。那个轴承就是在这个的后面，哦，可是这个就要拆下来去给人家做一个组装的动作。哦，那当然有拆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顺便去检查一下刹车片，也可以顺便检查哈，碟盘也可以顺便检查，看有没有吃钩。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这边就先告一个段落。来，我这边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哦。有没有？这是维亚令骨，好，有没有发现它这一边是有磁性的，这边是没有磁性的，好，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另外一个感知线、感知器会装在这边，哦，它靠它运转的速度去计算所谓的轮速跟轮速差，哦，那它的轴承在哪边？轴承在这整颗都叫轴承，它里面的一些细部的零件在这个里面，这是可以挖开的，应该是不行，有没有？它有点阿索比，哦，有点阿索比，哦，大概是这样，给各位看一下。
细节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30应该也是都长这个样子。哦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，来，我前天刚画完一个。好，这个它这边就是有接一个感知线。哦，它这边会接到车身，它里面的机器其实就是去跟这个差不多，它会去感应里面的轮速。哦，轮速，欧系车大部分都是做这样子。好 ，OK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后面拆下来了。拆下来的时候，你看师傅习惯很好，怕它那个电子手刹车又把它夹住，所以拆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碟盘复位。哦，刹车碟盘要复位，要不然它要是一断电，它夹起来，我们就打不开了，就变得很麻烦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它原厂的，原厂哪一颗嘞？来，去追师傅。好，在这，在这。好，这个比较亮，太贴心了。哦，可以看得到，你看哈，它中间这一圈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所谓的BearingGroup的部分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拿去给人家做拆装、组装，用高压机器下去做组合的动作。哦，这个你避免它空转，哦，不然你如果轴承跟轮胎一起转，它就不行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背面的部分，正面长这个样子。OK， 很扎实啊。所以一般哈，如果看到人家改装品说什么碟盘360、380、350、340，通常就是指这个面，哦，这个面的尺寸，哦，380可能就很大很大一片，哦，小科普，小常识，好，大概就这样。我顺便看一下后面的部分，就这样 ，OK， 好的，这个应该是拆到一个段落了，剩下的就不是人工的问题，要用压床哈，用压力把这个逼出来。好，可以看得到这边来，我拉近给你们看。好，这就是我说的大部分所谓的BearingGroup的轴承的内芯内圈，就这样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，然后它去中间是可以运转的哈。然后它有磁性的那一面是朝里面的，这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长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个人工就逼不出来了，这个要用机器，用机器。好。